他在第一眼看到自己的画像时，便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永远18岁。Nail my soul to the devil's altar. Remain as you are. Fair trade. 这原本只是他的无心之言，殊不知在玫瑰花瓣点燃的瞬间，他与恶魔的交易已然达成，用灵魂换来青春永驻，从此不老不灭，只需沉沦糜烂。反正自有画像会替他背负一切罪恶，而这便是小说家王尔德笔下最妖孽的少年道林·格雷。格雷虽出身贵族，但父母双亡的阴霾过早笼罩了他的人生。继承巨额遗产后，失去束缚的他仿若一张白纸，带着不染尘世的懵懂与天真，跌撞地闯入了明月交织的漩涡中心。初见格雷时，画家霍华德便被他的美貌震撼。这个宛若从古希腊神话中走出的美少男，周身散发着令人屏息的纯净光辉。霍德华坚信这是上帝赐予艺术界的瑰宝，于是他沉醉于格雷的每一个细微表情，捕捉着光影在他面庞流转的瞬间，每一笔颜料的涂抹都倾注着他对美的敬畏与赞叹。而与此同时，一个名为亨利的绅士也被格雷的魅力吸引。在他看来，格雷这张白纸绝对是人伦道德的绝佳实验品，于是他刻意接近格雷，用着充满蛊惑性的言辞向他灌输着自己那套离经叛道的享乐哲学。 There's no shame in pleasure, Mr. Gray. You see, man just wants to be happy. But society wants him to be good. And when he's good, man is rarely happy. But when he's happy, he's always good. 而看着被女孩吸引的格雷，亨利的目光如同一把尖锐的手术刀，精准地剖析着格雷的美貌与纯真。 I wouldn't know where. See, I envy you. M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you because you have the only two things worth having. Youth and beauty. 可直到女孩走后，格雷还是没能上前搭讪。 That was probably our husband. People die of common sense, Dorian. One lost moment at a time. Life is a moment. There's no hereafter. So make it burn, always, with the hardest flame. 格雷静静地听着，心中却泛起了层层涟漪。回到家后，他俯身凝视着自己的画像，疑惑而又自恋地喃道 Is that really how I look? Better than life. You'll always look like that. You, Mr. Gray, I'm afraid, will not. 这句话像毒蛇吐信，在格雷心中种下隐秘的欲望。他无意识地对着上帝和魔鬼同时起誓，愿用灵魂交换永恒青春。可本是他的无心之言，却不知在玫瑰花瓣点燃的瞬间，交易已然达成。到了深夜，格雷再次走进那家剧院，舞台上心心念念的女孩西比，她的一颦一笑都让格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悸动。演出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来到后台，在堆满旧戏服的狭小空间里，如愿与西比相遇。可他低垂的眼眸、颤抖的话语，还有局促不安的双手，无一例外都在诉说着他的紧张与羞涩。可西比抬头望向他时，同样闪烁着欣喜与羞涩。于是这晚过后，两人迅速坠入爱河。但西比心里清楚，越是轻易摘取的果实，越尝不到甘甜。所以在这段感情中，他始终坚守底线，不敢轻易交出自己。而格雷也沉浸在这份纯粹的美好中，暂时忘却了享乐主义思想。可亨利无处不在。 Tell me, what are your actual relations with this young thing? It's not like that. Sybil's sacred. It's only the sacred things that are worth touching. 亨利将放纵的欲望美化成了对自由的追求，让格雷逐渐动摇了内心的道德准则。于是这天夜里，他第一次留下来西比过夜。 I've seen other girls. They give themselves and then I've seen what becomes of I love them. you. 最终，在格雷浓烈爱意的冲击下，西比的理智渐渐消散。这晚，他完完全全地交出了自己。只是这份热烈纯真的爱情还未来得及绽放，就率先迎来了命运的转折。当亨利得知格雷即将成婚的消息后，先是送上了最诚挚的祝福，接着就将他领进了一家私人俱乐部。而随着星光帷幕的拉开，水晶吊灯将扭曲的人影投射在墙壁上，贵族们半身赤裸在烟雾中起舞。在亨利看来，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真正的贵族应当像风一样的追逐本能。在亨利的持续影响下，格雷内心的天平逐渐倾斜，随手接下了亨利递来的烟管。 You see? The only way to get rid of a temptation is to yield to it. Be searching always for new sensations, Dorian. 格雷捏着烟管的手指微微发抖，不是因为烟雾呛人，而是内心的禁忌正在坍塌。 Come upstairs. Forbid yourself nothing. 这一夜的放纵让格雷彻底坠入了欲望的深渊。他想起与西比相处时的那些平淡日常，愈发觉得订婚之事仓促又鲁莽。 I was just saying everything is so soon. I gave myself to you. Sybil, please. I thought you loved me. And I do. Then make me your wife, It's not just one that- of your whores. I think perhaps I ought to go. Don't let him do this, Dorian.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arry. You said you loved And me. I do! Dorian, please. Please, Dorian. Please. I love you. 亨利默默注视着一切，嘴角又挂起了那抹略带嘲讽的微笑。夜深人静，当格雷独自回到家中，却惊恐地发现画像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温柔的神情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眼角的一丝悲凉。
而后在亨利的带领下，曾经的质朴少年开始身着华丽的服装，周旋于各种奢靡的宴会之间，而他的身边也总围绕着一群追捧者，沉醉于他的美貌，羡慕着他的青春活力。然而好景不长，在某天清晨，西比的哥哥找上了门，他说西比偷喝资金了，肚里还怀着孩子。说罢，哥哥满脸绝望，一把掐住格雷的脖子。在众人将他们拉开后，亨利第一时间报警，还用关系将对方送进了精神病院。而一旁瑟瑟发抖的格雷却在悲痛中惊恐地发现，画像中的自己竟生出了一条可怕的蛆虫。格雷被吓得不轻，狠狠将他踩死，并将画像锁进了阁楼的密室里。而从那以后，格雷彻底拥抱深渊，他开始用女人、酒精和毒品来麻醉自己，频繁出入各种声色场所，与不同的女人纠缠不清。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格雷有时也会感到空虚和迷茫，但他却无法停止堕落的脚步。与此同时，霍华德也察觉到了格雷的变化，他试图劝导他，但格雷却不以为然，并且为了让他彻底看清自己，格雷将他带进了阁楼。而当霍华德看到那幅面目全非的画像时，他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曾经那个被他视为缪斯的少年，如今的灵魂竟变得如此丑恶。霍华德既愤怒又心痛，他希望格雷迷途知返，重新找回迷失的灵魂。但此时的格雷已被欲望彻底吞噬，他无法接受霍德华的指责，在极度的恐惧和愤怒下，竟亲手将霍德华杀害，并将其沉入海底，然后转身再次投入了烟馆。直到几天后，霍德华的尸体被捞了上来，找不到凶手的警察只能在贫民窟里随便找了位替罪羊。而在处理完葬礼后，格雷邀请亨利一同周游世界，但亨利拒绝了，理由是他结婚了，并有了一位千金。但实际上，亨利害怕了，他总感觉格雷变了，变得有点脱离了自己的掌控。而时光荏苒，25年过去了，亨利已经白发苍苍，可格雷一直杳无音讯。直到在一次普通的宴会上，格雷突然现身，但令人震惊的是，格雷依旧保持着完美的容颜，意气风发，风度翩翩，仿佛时间在他身上停止了脚步。而格雷的到来让众人心生恐惧，只有亨利的女儿艾米敢主动搭话。作为年轻女孩的她，同样对神秘俊美的男人没有抵抗力。第一次见面，她就爱上了格雷，但格雷已经放纵了几十年，内心早已千疮百孔。他就像个迷失在黑暗中的旅人，重回故地，只是想找到回家的路。而这天，他像之前一样准备去烟馆寻求解脱，可在半路上，他却遇到了西比的哥哥。哥哥一心要为妹妹报仇，但在看到格雷年轻的面庞时，他误以为自己认错了人。I'm barely 20, man. I don't know this Dorian Gray. 而后，格雷又遇到了艾米，她有着和亨利相似的眼眸，灵动且有神，并在攀谈中，格雷惊讶地发现，艾米虽身处上流社会，却没有沾染那些浮夸的虚荣。于是他开始追求艾米，希望在她身上找到救赎。而艾米虽听过格雷的一些传闻，但看着眼前这个谈吐不凡、眼神又偶尔流露出落寞的男人，她越发欢喜。于是两人越走越近，像情侣那样成双入对。亨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Harry, you're my oldest You're friend. against nature. You stay away from her. I don't want this to Stay get to... away from her! 亨利深知格雷的过去，不想女儿陷入这个可怕的漩涡，怎料艾米却不愿轻易放弃。她坚信自己所认识的格雷绝非他人所说那般不堪。而格雷面对亨利的阻挠，心中的占有欲和反抗情绪也被激发。他一边与亨利暗中较量，一边渴望能够挣脱过去枷锁，真正和艾米在一起。但在一夜缠绵后，他又被噩梦惊醒。梦中的他为了防止秘密被发现，残忍地杀害了艾米。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不配拥有这份爱情，但他的确深爱着艾米。而就在格雷陷入痛苦的抉择中时，亨利突然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本以为两人的关系会有所缓和，但在宴会途中，亨利突然消失不见。Seen Harry? No. Look what he dug out. You never told me there was a painting of you. 格雷顿感大事不妙，等他赶回阁楼时，亨利已经打开了画像。可就在这时，亨利看到了一条带血的围巾，那正是霍德华的。猜到真相的亨利惊恐后退，但格雷却步步紧逼，试图将他活活勒死。可下一秒，楼下却传来了艾米的声音。亨利趁机将格雷打倒在地，并揭开了那幅尘封已久的画像。Harry, no! 此时画像已经变成了一个面目全非、令人作呕的怪物。亨利在将其点燃后，又将格雷反锁到了这里。等艾米赶到时，火势已然失控。Give me the key. Look, give me the key. 在内心的煎熬下，格雷决定毁掉画像。而就在佩剑刺入画像的瞬间，一声凄厉的惨叫划破了夜空。
格雷扭曲的身体轰然倒地，但那幅画像却神奇地恢复成了最初的模样。画中的格雷依旧年轻英俊，眼神里充满了纯真与希望。至此，道林·格雷的故事画上了句号。所有被欲望圈养的灵魂，终将在虚妄的狂欢后迎来清算。